你在乡下给他们当牛做马，搓磨了18年啊！住口！现在跟我哭有个屁用！你是堂堂王妃，自己孩子能被人抱走，身边伺候的都是一群废物。姐姐，你别这么说娘，娘也不想这样的。一个鸠占鹊巢的冒牌货，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当年那些失职的下人，你打算怎么处置？全部杖毙？那倒不至于，全都发配去做苦工，生不如死才叫赎罪。不可啊，娘！若是让旁人知道咱们如此苛待下人，王府的名声还要……再废话，现在就弄死你！我回来了，他怎么办？我倒要看看娘怎么选。玉儿，全凭你做主。好，把他赶出瑞王府。瑞王府的东西，他一样都不能带走。身上的绫罗绸缎、珠宝首饰，全都留下。给他一身粗布衣服，赶出去。不要，娘！还愣着干什么？给齐平乐换衣服，赶出去！玉儿，你还满意吗？满意的，娘。谁把齐平乐给赶出去的？我干的。怎的？你有意见？哈哈哈哈哈！干得好！不愧是我亲妹，做事就是干脆利落，是我齐家人的风格。我把齐平乐赶出去，你不生气？她可是当了你18年的妹妹。那又如何？他一家还害了你18年，你可是我亲妹。王妃，出事了！齐平乐的奶妈李嬷嬷堵在世子爷的院门口哭求。没规矩的东西！娘，咱们过去看看。世子爷呀，老奴是心疼小姐呀。李嬷嬷跟府里签的是死契吗？是。既然是死契，打死得了。世子爷，世子爷，救命啊！还都傻站着干什么？住手！哥，你什么意思？你帮着假货欺负咱亲妹妹！二哥，别急。他们也是户主。世子爷说的是，您千万不要被小人蒙蔽呀。发卖了，跟牙行说清楚，他们为何被发卖，不敬主子，以下犯上。是。世子爷，你还不如干脆要了老奴的命啊！我就说嘛，大哥怎么能办那糊涂事儿？妹妹，欢迎回家。妹，真让你收到了。爹，恕女儿不孝，女儿知道自己身份卑微，来此只是想跟爹告个别。
18年的父女情，女儿实在割舍不下呀。太阴险了，他不敢直说想回府内，故意来这套以退为进，就是想让爹觉得咱们容不下他。好手段。你说你割舍不下这18年的父女情？是，爹，女儿舍不得。你在王府锦衣玉食，享受你割舍不下的亲情时，本王的亲生女儿在乡下当牛做马。玉儿仁慈，只是赶你出去，你尚不知足，还敢跑来本王面前挑拨离间，真是上不了台面的烂泥。滚！玉儿，走，爹带你回家。齐之友、瑞王，你们都该死！齐之玉，听说你刚回府就把齐平乐赶了出去，你就这么容不下他？容不下就是容不下。放肆！你怎敢如此对你皇祖父说话？皇祖父说话的时候，别人可以随便插嘴了？还是说，太子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行使当皇上的权利？父皇，儿臣绝无此意。哈哈哈哈哈！好一个聪明的丫头，赏！多谢皇祖父。皇祖父，那些珍贵药材连我们东宫都没有，怎么就给了从乡下来的丫头？皇祖父，你以后赏赐的时候，先跟太子一家商量商量才好，不然他们该不高兴了。父皇，儿臣知罪。齐荣瑶，你如今可以做朕的主了。皇祖父，是瑶儿错了，是瑶儿错了。父皇息怒，瑶儿也是心疼那些珍贵药材，她是想留给父皇滋补身体。为人子女，孝为先。自己什么都不付出，动动嘴皮子就想空手套白狼，落个好名声。我今日算是见识到了太子家的行事作风，能成为太子，果然与众不同。皇祖父，我是建议你好好的查一查，有些功劳到底是太子的，还是下面臣子的？被人冒领了功劳，长此以往，积怨颇深，朝廷不稳，百姓遭殃。百姓活不下去的话，亡国不过是弹指间。父皇，儿臣绝无此意，儿臣绝没有做过夺宫的事情。太子，你是储君，东宫也该好好的管一管。你们退下吧。当年换孩子的人如何处置？杀！爹，放了他们，让他们跟齐平乐团圆，好歹也算是瑞王府顾念跟齐平乐的多年亲情。哈哈哈哈哈！你这丫头鬼灵精，比你爹强多了。刚刚我太担心皇祖父的身体安康，才说话过激，我给你道歉。这是我最喜欢的头面，送给你，你原谅我好不好？你的歉意我收到了，不过以后不要叫我齐之玉。玉儿皇姐。不对哦，一个从乡下长大的下贱东西，还端上架子了。以后你可以叫我陈安皇姐，或者是陈安郡主。郡主，你是郡主！
怎可能是郡主？凭什么？凭什么封你陈安郡主？你一个村姑怎么配有臣子？皇祖父封的呀。那你去问皇祖父啊。我这就去问，一定是皇祖父搞错了。借刀杀人，并不血刃，还得是我妹。这波太子一家都要跟着倒霉。王爷，我家夫人让你过府一趟。二哥，这人谁啊？怎么一看到他，爹娘的脸色全都变了？魏远侯夫人的丫鬟。他可是出事了。好，我这就去。王爷，咱们走吧。二哥，把爹给弄屋里去。秦之渊，你什么意思？玉儿，你把他给杀了。我杀不得一个丫鬟。不是你杀不得一个丫鬟，而是不能杀威远侯夫人的丫鬟。威远侯夫人是什么人？我的庶妹，也是你爹的心爱之人。娘，我爹可是皇子，还是嫡长子，他连自己的婚事都左右不了。当年的亲事，你爹并不反对，可只要一碰到威远侯夫人的事情，就像变了一个人。我也想过要成全他，但是你爹就是不和离，我甚至都让他休了我，他也不同意。他平日里对我极好，可只要那个女人一有事，他就反反复复的折磨，早已让我心力交瘁。我懂了，难怪我们家气运这么怪，原来是被人夺走了。玉儿没事，这丫鬟是娘让人杀的，就算是你爹生气，也不会冲你发。娘，我既然这么做，自然有我的道理。娘，你让妹妹去处理。好。二哥派人给大哥送信了，你打算怎么办？大哥，跟我说说情况。整个京城都知道咱爹对威远侯夫人爱而不得，甚至纠缠他，因此失了储君之位，还令人厌恶。娘也因为嫉妒，成了京城人人唾骂的刻薄毒妇。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儿，不就是名声不好吗？小意思。这是谁家呀？在京城还敢鸣锣开道？去，把门砸开。何人胆敢在威远侯府门前闹事？叫你们老夫人来见我。放肆！我们老夫人岂是你说见就见的？杀了。是。瑞王府好大的威风！姑娘面生，是瑞王府刚找回来的千金。正是。不愧是瑞王府千金，
威风凛凛，在我威远侯府门口杀我府中人。老夫人，我在我瑞王府也杀了你们威远侯府的人。这是要彻底撕破脸啊！要说威风，谁也没有威远侯府大。威远侯府一个丫鬟就敢跑到我瑞王府，让我爹过来见你们侯夫人，怎的？我爹其实不是瑞王，就是一个可以被你们威远侯府丫鬟随便使唤的低等少司。去把夫人叫来。你让你丫鬟去请瑞王了？魏老夫人，我纠正你一下，不是请，是命令。当时我瑞王府院门开着，不少人都看见了。你说，娘，儿媳主要是想问一问，为何瑞王府找回自己亲生女儿之后，就把养了18年的养女给赶出去？18年的感情啊，就这么说断就断了？难道瑞王府的人都没有心吗？区区一个侯夫人，胆敢以下犯上！老夫人，威远侯府好大的威风啊！是老身管家无方。娘，启之玉，你敢打我？掌嘴。是。齐小姐，你这有些过了。区区一个侯夫人，胆敢对本郡主出言不逊，掌嘴都是轻的。你们想以下犯上？姐姐，求求你住手，放过魏夫人吧。你有什么不痛快，冲着我来就是了，何必牵连无辜？牵连无辜？你家儿媳以下犯上，她无辜？不无辜，这是她该受的。哼，听到了吗？老夫人都觉得她儿媳该打。魏老夫人疯了吗？好了，停吧。本郡主怎么也要给魏老夫人个面子。不过呢，魏老夫人，以后你家中的人可是要好好的约束约束。一个有夫之妇，派个丫鬟去找别的男人，这是要干什么？老身一定好好管教。不是说瑞王一直缠着威远侯夫人吗？现在看，似乎情况不太对呀。郡主，你不要误会侯夫人，侯夫人是知道我被赶出府，她想问问情况。18年的亲情，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了？老夫人，你家儿媳平日里就是这样办事的，放着自己的嫡姐不问，反倒是去问姐夫，而且还是随随便便的派个丫鬟过去，叫姐夫过来见她。我虽说是刚回来，但也听说我爹一直痴缠侯夫人，如今看来似乎传言有误啊。来来来，谁跟我说一说，我爹是怎么痴缠的，都做了什么事情？王爷总是以一些我无法拒绝的名义送我东西，所以呢？这还不够？你以为我想收那些东西，还不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些东西本来就是因为那些名义需要送的。魏夫人，自恋是种病，你最好找个好大夫看一看，我看你病得不轻。你说的那些事情，反正没人见到，具体怎么传出去的，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你这丫鬟去我瑞王府，指名道姓的要让我爹过来见你，这可是有人看到。也是，我娘是嫡女，你不过是个庶女，想要面子，想要超过自己嫡姐的小心思，我能理解。你休要血口喷人！住口！那些事情不谈也罢，不过齐平乐在王府生活了18年，你们说赶他出去就赶出去，你们怎么忍心？威远侯府宅心仁厚，
本郡主十分佩服。那请魏老夫人为本郡主解惑。若是有敌国细作罪臣家眷，不小心被威远侯府给收留了，你们也会一直包庇的，是吧？绝无可能！我威远侯府虽然心善，但若知道救助之人身份有异，绝对不会因为心软而包庇。是吗？那怎么一样？当年抱错孩子的时候，齐平乐只是个刚刚出生的婴孩，他何其无辜！罪臣之子很多都还在养宝之中，抄家灭门的时候也不全都杀了。你的意思是，律法以及历代帝王都错了？侯夫人果然是大善。郡主，老身会好好教导他。老夫人明事理，如此本郡主就不打扰了。当年我娘怀有身孕，是你非要邀请我娘去山中祈福，路上我娘马车发生意外，这才在附近农户早产，我跟齐平乐才被那农户偷换。魏夫人，你说怎么就这么巧呢？今天终于扬眉吐气了。不是王爷痴缠威远侯夫人，而是那威远侯夫人自作多情。娘，我回来了。玉儿，你爹要是醒了，你别跟他犟。你爹脾气犯过去，也就过去了。我跟我爹谈谈。大哥，把齐平乐的家人送去威远侯府。好，妙啊！那魏夫人不是喜欢收留齐平乐吗？那就连齐平乐的家人一起收留。我去看看爹。爹，醒了就睁眼，喝口水吧。爹，你为什么喜欢威远侯夫人？大人的事情，小孩子不要问。爹，我从小到大的生存法则就是弱肉强食。回到了家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家人的关心，所以谁想破坏我享受家庭温暖，我就除掉谁。你不才，女儿我略通拳脚。你跟谁学的武功？是爹没保护好你。爹，刚刚我去了威远侯府，我受了这么多年的苦，到底是因为谁呢？我会派人去查当年的事情。好，爹，你也查一查娘在娘家的情况。毕竟我外祖母早逝，后来的继母可是我外祖的妾室，她也是如今威远侯夫人的娘。玉儿，娘，你担心什么？难不成爹会打我？他敢！他要是敢动你，我跟他拼命！娘，我刚刚旁敲侧击了一下，好像爹那么重视威远侯夫人，完全是因为娘。王爷不在府中。威远侯，见你还需要我爹出面？怎的？这瑞王府是你做主了？你还真说对了。当真？没错。王府让一个小丫头做主，你们真是……威远侯，你还知道这是王府？王府如何做事，需要你区区一个侯爷来指手画脚？这威远侯府的威风果然够大。二哥，走，进宫。我倒要问问皇祖父，是不是以后这皇子皇孙见到威远侯府的人，要3拜9叩？好。郡主息怒，是臣鲁莽。侯爷何必自谦？太子是侯爷表弟，侯爷身份高贵也是应当的。毕竟以后这皇位是太子的，我们应该识时务。郡主，你想如何？让你夫人唐静柔对外承认，她是嫉妒我娘，虚荣心作祟，
才对外营造我爹痴缠她的假象。不可能！我让他们备车，咱们进宫。不可！王爷不在府中吗？郡主，难道不担心王爷知道你做的事情之后怪罪？威远侯果然是大气，自己的夫人被传得跟别的男人不清不楚，你还挺得意。郡主慎言！慎言什么？侯爷不就是靠着自己夫人做局，为自己捞好处吗？若不是如此的话，现在那东宫之主还会是那位吗？郡主，你可知？别废话，要么去澄清，要么本郡主就去找皇祖父问问，侯府什么时候可以越过王府去了。郡主，你别欺人太甚。既然侯爷不选，那就本郡主来。郡主，你干什么？放开我！看什么？自然是让大家伙好好的看看威远侯有多厉害，用自己的夫人来换好处，真是好买卖。还得是我妹啊，厉害！开门！等下，我同意。等会儿，威远侯，你最好说话算话，不然的话，别怪我不客气。好，妹啊，你太牛了，痛快，实在是痛快！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威远侯吃瘪。二哥，你们太惯着他们了。不是我们惯着，是爹。爹不爱说话，你们也不问，这不就误会了？误会什么？啥？真的？我觉得爹应该已经找人去调查娘当初在娘家的情况。爹要是因为娘才对那唐静柔好的话，为何爹不说？你觉得爹那闷葫芦会说什么？爹，我爹没在。在啊，王爷进了书房一直没出来。爹，我们叫了这么多声，你怎么不答应啊？爹，你没事吧？没事。爹，你知道刚刚威远侯来了吗？那，爹，你怎么没去见见他？没必要。你们还有事？啊，没事没事，爹，你忙。看来咱妹真的是没说错啊，咱们确实误会爹了。应该是吧。你想做什么？爹，我觉得太子并不适合那个位置，而且从一开始，皇祖父属意的也是爹。你想多了，没可能了。爹甘心？没有什么甘心不甘心的。看来爹也不甘心。也是，本来是被皇祖父悉心培养，以后要继承大统，却因为唐静柔乱了心神，总是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爹，你这是撞邪了。你能看出来？你的本事最好不要让外人知道。为何？朝中臣子已经拥护太子，若是有变数发生，那个变数，则是最容易被铲除的。爹，你在担心我啊？你是我女儿，当年追随爹的臣子，现在应该已经寒心了，转投太子去了。爹，你想没想过，以后皇祖父不在了，太子继位，咱们一家人都会意外身亡。爹，你可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我知道，爹你抗争过，但是一遇到唐静柔就会不受控制。所以说啊，爹，你中邪了。当真？肯定啊，我有办法来处理。不过这种事情，咱们爷俩知道就行了，别让娘跟哥哥他们操心。
太子背后是不是有能人？你能对付得了他们？不如请你师父出手。如果实在不行，就算了。我早就准备了最后脱身之计，假死隐姓埋名也能活下去。爹，我是不会让家人受委屈的。对了，我娘以前在娘家过得怎么样？现在查的还不细致，只是粗粗的知道一些。你娘在娘家过得并不好，是我疏忽，一直没有注意到。郡主，外面，威远侯府的人在外面。交给我。娘，别冲动，闹起来，外面的人又要说您刻薄恶毒了。开门！不可，妹啊，让他们闹吧，闹过去就好了。闹过去就好了。这情况经常。开门！求王爷，求王府，放过我家夫人！我家夫人不过就是心善，收留了王府被抱错的小姐。瑞王府不能迁怒啊！求郡主开恩！威远侯府的丫鬟，奴婢是。你胆子挺大。奴婢看不惯瑞王府如此仗势欺人，哪怕是豁出去自己的命，也要为威远侯府鸣不平。带你妹妹进去。娘，我能处理。玉儿，放心，娘，这种事儿我熟。妹，解释不清楚的。二哥，这回有人信的。秋儿，快去叫大夫！叫大夫啊！王妃，你有什么不满，冲着我来就是了，为何要如此迁怒？唐静柔，你眼瞎吗？杀他的人是我，你找我娘干什么？若不是有人授意，郡主又怎敢杀人？哼，败坏王府名声，本郡主只是一刀要了他命，都是便宜他。郡主，秋儿也是为……别废话，威远侯不按我说的办是吧？行，既然你们不要脸，咱们就进宫，让陛下来断一断孰是孰非。齐之瑜，你要干什么？本郡主的名字是你能直呼的。齐之瑜，你干什么？救命！救命齐之瑜，你放了我！何人胆敢在威远侯府闹事？郡主，您这是……赶快去禀报老夫人啊！这家伙
我们搞不定。齐之羽，你要干什么？齐之羽，你放开我！齐之羽，你找死！老夫人，你听到了，你的好儿媳怎么对我说话的？老夫人，本郡主在宫中等你。好，老身随后便到。皇祖父，给他们松绑。还请陛下给臣做主。陈安郡主滥杀无辜，夺行入宫。陛下，陈安郡主如此肆意妄为，目无法纪，绝不能姑息。臣等附议。陈安，你怎么说？哼，皇祖父，我杀的都是以下犯上的奴才。第一个丫鬟跑到瑞王府，让我爹去见唐静柔；第二个侍卫敢呵斥于我；第三个丫鬟造谣污蔑我。我堂堂郡主杀几个挑衅皇权的奴才，有问题？魏远侯，陈安所言是否属实？陛下，陈安郡主这是迁怒，因为陈内人收留了瑞王府报错的女儿，郡主心有不甘，所以才处处刁难。魏老夫人，你怎么说？陛下，是臣妇教导无方，郡主杀了那几个以下犯上的奴才，理所应当。娘，我让你去赔罪，你倒好，这不是给侯府招祸吗？各位大人听到了吗？连事情始末都不知道，各位就下结论，不知道是各位大人耳聋眼花，是非不辨，还是说这朝堂之上是威远侯一言堂？不对，威远侯一个侯爷还不够格。那各位大人这么听他的话，是因为太子吗？老妹就差直接明说太子想要篡位了。陛下，臣绝无此意。该死，被这蠢妇害惨了。陛下，一切起因都是因为瑞王把齐平乐赶出瑞王府。臣妇不过是可怜的孩子，想问一问情况，哪里想到郡主竟然怀恨在心，这才会处处针对臣妇一家。蠢货，闭嘴！对，一切都是我的错。陛下，您听，郡主自己都承认了。是我让你往我们瑞王府泼脏水，也是我让你装可怜扮无辜，使出浑身解数去勾引痴缠我爹的。皇祖父，我可真是大错特错。我妹也太猛了。唐氏，你给朕解释解释。我爹自幼被立为太子，所娶的正妻自然是被好生教养的嫡出千金。你一个庶出，样貌、才情、品行，哪样胜过我娘？不过，到底是有几样，我娘确实不如你。装可怜扮无辜假善良，你绝对远超我娘。尤其是你勾引男人的手段，我娘绝对是自愧不如。郡主，嘴下留德。怎么，威远侯，你觉得本郡主说错了？你不觉得唐氏勾引男人手段了得？那是本侯夫人魅力大，瑞王自己情难自禁。
难不成还要怪在本侯夫人头上？威远侯，本郡主说的是你啊！你当年可是堂堂侯府世子，放着那么多名门闺秀嫡出千金不娶，非要娶一个庶出转嫡出的，哼，这还不足以说明你夫人的本事。胡说！唐氏一直恪守本分，成亲前从未有过逾矩之举。哦，恪守本分啊？那威远侯谁家女儿都看不上，单单选上了他。各位大人不妨细想，当年我爹已经是东宫太子，威远侯娶了唐静柔之后，就变故突伤。比如我爹突然痴缠唐静柔，对她爱而不得；比如我爹行事荒唐，仗势欺人，最终导致我爹被废。如今的太子上位，而如今的太子能上位，这背后的种种，细思极恐啊！如此，朕倒是要问问太子了。去，把太子叫来。太子竟挨了板子，儿臣拜见父皇。太子啊，看来你对朕的这个位置筹谋已久，最近是等不及了吗？父皇，儿臣惶恐。难怪了，太子的好女儿会质疑朕册封陈安为郡主。原来太子早就部署好了，倒是朕不识趣，没尽早的退位让贤，耽误了朕的好太子。父皇，儿臣知罪，儿臣知罪啊！陈安，何事？皇祖父，我的父王冤啊！我父王为了手足家人一再退让，甚至扶兄弟上位，最后还要被人敲骨10岁。皇祖父，这是何其残忍！还请陛下做主。怎么回事？前2天父皇才因为荣瑶打了我板子，前天我怎么就成了谋朝篡位、杀父弑君的罪人？我冤啊！好啊！哈哈哈哈哈哈！看来这太子位置捧得你是不知天高地厚了。来人，拟旨。陛下三思啊！太子看来是众望所归。陛下，臣有罪。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太子失德，不堪储君之位，即日起褫夺太子册宝，降为吴王钦此。吴王，接旨吧。儿臣谢恩。魏远侯，你家中该好好的管一管了，别让你父亲死不瞑目。臣领旨。这戏只不过刚刚开局罢了。好个臭丫头，朕真是小看她了。本以为她是为了给老大洗刷恶名，没想到剑指太子，够绝！不愧是我齐家的种，就是可惜了，不是个男娃，不然，起风了。要热闹了，朕稳坐钓鱼台看戏，有些人可要慌了。母妃，母妃，救命啊！本宫已经听说了，陛下只是废太子。只是我太子之位都没了，母妃竟然说只是。你慌什么？瑞王还不是也被废过？那怎么一样？瑞王是皇后所出。母妃，儿臣不是那个意思。你也没说错，我的身份就是不如皇后。母妃，陛下封你为王，
不过是让你退到跟瑞王一样的位置。现在你要好好表现，这太子之位依旧是你的。可父皇念着当年情分，也会偏袒他的。那又如何？你当太子10几年，与朝臣利益早已捆绑，他们就是曾经拥护瑞王，可现在敢用自己的身家性命跟子孙后代的前途去赌吗？对，他用什么跟我斗？母妃，儿臣以前太过仁慈了，瑞王本就不该活着。好了，好好的收拾东西，搬去王府。你握着一手好牌，怎么打都稳赢。你要记住，只要稳住了，展现你的能力，不忤逆陛下，那个位置非你莫属。皇后，我要让你那个看看，我才是笑到最后的。来人，给本宫好好盯着齐之羽。德妃不会放过你的。爹，看你这话说的，就跟我会放过他似的。爹，你在想什么？玉儿，你过得很难吧？奇怪，这是什么感觉？以前从未有过。还行。爹，你心疼我？是我没保护好你。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爹，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你们还没有回来，我就感觉那种奇怪的束缚轻了很多。他越是不好过，我越不会被控制。他有如今的好日子，完全是因为偷了爹的气运。爹只要知道你们气运相连，此消彼长即可。陛下虽说念着老侯爷没有动威远侯府，但他们以后的日子绝不会好过。那就是爹你跟大哥二哥的事情了，我只负责对付一些正常人对付不了的。唐静柔确实更加的不好过，他对我的影响，我可以控制。爹，咱们要的不是可以控制，而是彻底摆脱。彻底摆脱？你还要继续对付唐静柔？不然呢？她现在可还是侯夫人，就算是威远侯会迁怒她，对她有什么太过实质的影响吗？不就中户的管理权被拿走，魏老夫人不待见她，威远侯对她不冷不热，这有什么惨的？你要杀了她？爹，说什么呢？她可是侯夫人，我能杀了她？她要是自杀，那是她的选择，跟我有什么关系？王爷，陛下宣您入宫。爹，皇祖父除了是皇上之外，还是你爹。儿子对爹，其实不仅仅是君臣。不仅仅是君臣，玉儿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倒是有个好女儿，陈安倒是心思缜密，做事一环套一环。朕封了他郡主之后，他要讨要见君不贵的特权，朕允了，他便借齐荣尧算计太子，赶走齐平乐，更是引出威远侯府。威远侯府与太子关系密切，暴露出太子有谋权篡位的野心。旁人以为他回来时小性子，容不下齐平乐，哪里想到他根本就是直指储君之位。爹，唐静柔收留齐平乐，威远侯咄咄逼人，齐荣尧不分玉儿郡主之位，这些难道是玉儿逼迫他们去做的？玉儿被偷换，在外18年，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成长成这样，她到底经历了什么？还有她一身出神入化的武功，那是一朝一夕之间可以苦练而成的吗？她本该被儿臣娇养着长大。那你就争气点儿，别让她白白为你谋划。儿子不会让爹失望的。跟我有何关系？哼，朕才不是为了你这臭小子。儿子受唐静柔影响，早就察觉开始退出了，也是爹成全，让爹费心了。看你是为了江山社稷，朕不过是成全你。儿子是爹教大的，
混小子，起来！这么大人了，哭哭啼啼，丢人！这又是你女儿提醒的吧？还没个丫头聪慧，废物！那是我女儿，那还是我孙女，你嘚瑟个什么劲儿？女儿，我的，你都是我的！嘿嘿嘿嘿，这混小子竟然还敢挑衅朕！爹，我都多大了？再大也是我儿子！你给我站住，别跑！不跑那是傻子。我是想回忆童年，可不想再挨鸡毛毯子。那个臭小子不怕丢脸，难道朕不要面子？看来陈安能解决那事，那朕就帮一把。来人，让那逆子去皇后宫中反思1个时辰。陛下砸东西，瑞王脸色不好，看来这两父子是谈崩了。今日大殿上旗帜要蹦跶，反倒毁了我皇儿储君之位。现在看来是瑞王被绊住才没能阻止。瑞王一进宫就跟陛下吵了起来。瑞王只要对唐静柔痴心不摆，那他必输无疑。去给吴王送个信儿，唐静柔还有用。堂堂主母竟被婆婆当着下人的面罚跪，侯爷不求情，还夺了我的管家权，这是要将我逼上绝路，一点活路都不留啊！夫人，您可算是醒了，您快把药喝了。喝什么药？让我死了算了！好不容易熬到主母位置，我不甘心啊！要不是齐之羽，我怎会成了笑话？我一定要杀了齐之羽！侯爷，怎的这么不小心？事情似乎有转机。侯爷，都是妾身无能，妾身愧对侯爷。与你无关，都是让瑞王妃陈安郡主咄咄逼人。哼，他们胆子倒是大了，把瑞王强留在府中，这才让他们有机会在陛下面前胡闹。瑞王不知道。哼，刚刚瑞王去了宫中，与陛下不欢而散。陛下罚他在皇后宫中反思1个时辰。我就说嘛，瑞王痴迷我多年，果然是齐之玉捣鬼。只要瑞王的心在我身上，荣华富贵就跑不了。瑞王应该也不想兄弟相残，都是陈安郡主胡闹。陈安郡主刚刚被找回来，瑞王出于愧疚，对他多番忍耐也是正常。只是因为陈安郡主不识大体，让瑞王、吴王兄弟反目，令朝堂动荡，影响江山社稷，那他可就是千古罪人。侯爷说的是，快去备马车。有瑞王压着，看齐之玉能翻出什么花样。瑞王自己不争，最后太子依旧是吴王的。只有吴王登基，我们才能前程无忧。若瑞王胜，必被清算。换条路。是。王爷留步！王爷，你害得我好苦。只要没齐之玉捣乱，在瑞王面前，我绝对是第一位。你苦不苦，与本王有何关系？滚！他敢如此对我，我今天就要彻底毁了他！救命！救命！救命！快来人啊！救命！有人挑衅我家夫人！王爷，请你自重！怎么回事？惊动官府更好，
侯夫人，此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大人觉得我会用自毁名节来污蔑瑞王，大人若是不信，就请瑞王出来当面对质。王爷，您看……大人，我们王爷并不在车内。威远侯夫人所言实在是荒谬至极。王爷，你做过的事自己不清楚吗？你平日怎么对我痴缠我都忍了，今日太过分了，如此孟浪，我再也不能忍了。王爷，还请下满车一见。大人，我爹可不在马车里。哼！侯夫人，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可能？瑞王明明就在马车内。本郡主乘车办事回来，却被侯夫人在巷子里拦下。她莫名其妙说，让我爹不要跟吴王争太子之位，不然的话就要毁了我爹。太子之位自古是有能者居之，当年我爹发现吴王对太子之位势在必得，便选择了退让。他相信吴王若继承大统，能让百姓安居乐业。既然如此，他又何必争夺储君之位，消耗国力？我爹看重亲情，看重社稷稳固，可是很显然，有些人不是那么想的。大人，我可以走了吗？郡主请。齐之玉，你不能走！刚才明明是瑞王在里面，我还听到他说话了。证据呢？我的人都听到了。你也说了是你的人，而且退一步说，你说听见我爹在车里，是不是证明你先下了车，到了我家马车边？你不是很厌烦我爹痴缠你吗？那你为何要下马车见我爹？麻烦大人查一查，为何会有人闹事造成拥堵？毕竟按着正常轨迹，我府马车应走大路而非小巷，怎么就这么巧，我们遇到拥堵改走小巷？可侯夫人，你为何放着大路不走，走小路呢？痴缠，到底是痴缠，还是有人故意做局？齐之玉，我绝对不允许你如此诋毁我！你给我说清楚！你不说清楚，你就踩着我的尸体过去！诋毁？我爹为你做了什么？你大可以说出来。他想方设法送我东西，还对我处处照顾，这不是因为他对我别有心思？那你有没有想过，我爹做的这些，都是因为你是我娘的妹妹。我爹吩咐人照顾你，全看在我娘的面子上。侯夫人，亲情关照不是你自作多情的资本。胡说！要真是这样，为什么以前瑞王不澄清？澄清了，让外人知道你如此恬不知耻。我爹娘心软，顾念亲情，才让你一次次得逞背黑锅。可惜我不惯着你，这种不知感恩的亲人不要也罢。走，若有人敢拦，撞过去，生死不论。是。原来你也怕死啊，倒是会装。大人看到了，难道没什么想做的？侯夫人要是觉得郡主是污蔑，可以报案，只要侯夫人拿出证据，本官一定公平判决。都是齐之玉给瑞王找的遮羞布，我要回娘家请救兵，一定要确定瑞王心意。怎样？京兆尹过去了吗？多亏二哥把京兆尹引过去，效果极佳。我儿受累了。王爷、王妃，晋文伯夫妇到了。爹娘，咱们去见一见。下官见过瑞王、王妃、世子、郡主。每次都石装腔做事，等爹搀扶。这回完了吧？我妹在，踢到铁板了吧？瑞王怎么不拦住我？以往，瑞王压根就不会让我行礼的。晋文伯，不用多礼，坐吧。齐之玉，瑞王府刚刚找回来，就被陛下封为陈安郡主的齐之瑜，他在瑞王府的地位真是不低。瑞王怎么坐在上位？以前他都是把主位让给我的，我可是瑞王的岳父大人，
齐之运回来，把王府的人都带坏了。玉儿是吧？这么多年你在外受苦了，外祖父无能啊，没能早些发现你被报错。我不是报错，我是被偷换。至于你说的早些没发现，你如今的夫人应该听她女儿说过这事。玉儿，你误会了，你姨母绝对没有做过。是吗？那她为什么非要鼓动我快临盆的娘，去给我阔氏的外祖母祈福？当时有高僧云游，你姨母也是为了你母亲。你别误会，你姨母一直把你母亲当亲姐姐。哦，按着你这么说，唐静柔怎么会误会我爹对她的关照是痴缠，而不是因为我娘才多照顾她的？还得是我妹啊，一开口就是挖坑，偏偏他们还跳得如此丝滑。是啊，为何侯夫人那么想？玉儿，我知道这些年你受了很多苦，你要觉得是你姨母的错，那就是她错了。玉儿，只要你心里好受就行，我们怎样都可以。又是这样，假模假样，装腔作势，惺惺作态，太恶心人了。既然你这么说了，那就让唐静柔去衙门投案，当年是她安排人偷换了我。玉儿，你这是要逼死你姨母啊！刚刚不是你说的，只要我好受，你们怎样都可以吗？那你说话是放屁，还是说你们就等着我原谅不追究了？齐之遥，你敢打你外祖母！我还第一次见上赶着挨打的，京城的风俗真不一样。我妹说话太损了，但是我喜欢，真解气呀！你放肆！放肆！这话该我说，我乃堂堂郡主，你区区一个薄夫人，在我面前大放厥词，还戏耍于我，我打你算轻的。唐静柔装模作样的坑我爹，你们不阻拦不说，还推波助澜。京城里那些我爹痴缠他的风言风语，别跟我说没你的手机。王爷，你就这么看着他打我？玉儿，这就是你的错了。我就说，我这个女婿是个好拿捏的。家里这么多嬷嬷小厮你不用，非要自己动手，难道你不知道，你手打疼了，我跟你娘，还有你两位兄长会心疼？什么干净的东西？你竟然上我爹的身！你给我下去！疼！爹，你没被什么东西附身啊？那能怪我吗？你以前一直都纵着他们。以前，那是我觉得他们对你娘好，如今，我才知道，你娘在娘家受了多少委屈。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能生下我残魂转世的，能是什么好人？你们面慈心苦，嘴甜心狠，偏偏我夫人是个不喜欢诉苦的人，让我误以为你们是她真正的家人。哼，也怪我太过疏忽，直到最近才调查清楚你们做下的那些恶心事。王爷，您在说什么？本王倒是没想到，那些后宅手段靖文伯用得格外熟练。王爷，其中一定是有误会。是不是误会，本王还分得清。不是，王爷，真的是误会。王爷，我们知道自己身份卑微，不配攀附王府。若是王妃嫌弃，我们自会离开，以后绝不踏入王府半步。可王爷不能如此羞辱我们。我自己做的事自然有把握，那都是让人难受却没法说出来的苦。我爹倒是会找人，不用说那些，我就问你们一句，你们今天过来是干什么？别跟我说你们不知道唐静柔在街上众目睽睽之下攀扯我爹，
好一个自导自演的痴缠！我不管知道不知道，你都该回去好好的教一教唐静柔怎么做人。打出去！以后静文伯府的人不许踏入瑞王府半步。威远侯夫人当众污蔑我家王爷，你们还是非不分的让我们王爷认下。也不知道静文伯你是太过宠爱妾室，不顾亡妻情谊，还是有人手段撩的愚弄了你。完了，伯爷是个冷血的人，绝对会把问题推到我身上，我要成背锅的了。我还以为大哥如此风光极月之人，是个坦荡荡的君子。他让小厮说的那几句话，让敌人内部出现矛盾，杀人无形，对敌攻心为上，大哥挺黑啊。抱歉，这些年是我疏忽了。是我失察，让你受苦了。原来爹都是为了娘，爹也真是的，为什么不跟娘说？娘也是，早些把自己的不满表现出来啊！我当初还想找爹问清楚，娘一直压着我，不让我去问。大哥，你确定二哥出生的时候没有报错？应该没有，而且他容貌太像爹娘了。妹啊，我是在府中出生的，不会弄错的。那就好，还好一家子不全都是黑芝麻馅儿的。老二，你去陪陪你娘。是我疏忽了，下一任帝王人选能是什么好人？有些事情简单一些更好，况且我会帮唐静柔，也不是出自本心。爹对娘的心意没问题，隐瞒真相顺水推舟，这招借力打力真是完美。爹，你调查静文伯他们是怎么回事？都是一些明着为我娘好，实则是让我娘吃哑巴亏的事儿。哼，这也算是一报还一报，也让他们尝尝有苦难言的滋味。玉儿，幸亏你回来了。天意吧。皇祖父站在咱们这边，皇祖父故意让爹去反省，引威远侯他们行动，借此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反杀。那些大臣这些年跟吴王捆绑太深，爹，吴王有能力，哪怕皇祖父偏心我们，文武百官也会拥护吴王。那些慢慢解决。大哥，爹要当太子有个致命弱点，自私。爹，可就3个孩子，还没有妾室通房，孩子少没问题，有个可以传承的也行。对，这也是他们会公驳的爹的地方。老二没心术，妹妹是姑娘，我又是残废，从一开始我们就输了。玉儿，对，玉儿，玉儿，只要我跟爹运作得当，你可以当女帝的。啥玩意儿？让我去当皇上，天天当牛做马，大哥疯了吧？我现在就弄死你！有多恨我？让我去当女帝！妹妹，女帝是帝王啊，是坐牢还有个出狱的时间，当皇上那是一辈子无期徒刑。皇上这么惨的吗？大哥，你放心，我会治好你的腿。等爹成了太子，登基之后，你就是板上钉钉的下一任太子。差点被这丫头掐死，当储君真有那么好吗？玉儿，为什么我觉得当储君也不是什么高兴的事儿？你见哪个牛马开开心心的去干活的？爹，您要是当了太子，以后登基了，一定要多当几年皇上。你可真是我的好大儿。吴王若登基，我们必死。换作是我，也不会留一个隐患的。要不是不争那个位置，咱们就活不成了。其实，我觉得当个闲散王爷也挺好的。过几天，我把药材准备好了，开始治腿。想让我当女帝做牛做马，做梦！我拼杀登丁只为享受，绝不接这烂摊子。怎么妹好像也不是多盼着我腿好。大哥，其实你可以期盼一下，爹娘再给咱们生个弟弟。你别想了，与其你想着有个弟弟，
还不如想着你生儿子来培养，到时候可以越过你传位给他。爹，你所言甚是。娘年纪大了，生产确实危险，也不能保证一定生下来的是弟弟。倒是，他脑袋不是老二的专属吗？我从小到大那么优秀，可没挨过打。你还真想自己不担这份责任？从小到大我怎么教你的？爹，妹妹太黑了。那不是挺好，至少不会被欺负。还给我装死！现在整个京城都知道你污蔑瑞王，这么多年，你故意的放出瑞王痴缠你的谣言，人人都知道我威远侯府有个你这样爱慕虚荣、不知廉耻的侯夫人。就因为他，太子被废，还迁怒我们，满盘皆输，赔了夫人又折兵。我当初怎么娶了你这么个祸害？你娶我还不是想利用瑞王？现在看局势不亮，就想卸磨杀驴。侯爷，侯爷，妾身已经去娘家找了妾身的爹娘出面。靖文伯，你确定瑞王会出面澄清？这是夺嫡之争，输就是死。若是吴王失势，侯府也全完了。肯定会，他很敬重我爹。你知道的，你的名声毁了，侯府也会跟着败落。我心疼侯府，也心疼你呀。侯爷的难处，妾身明白。疼了吧？我让丫鬟给你用药擦一擦。让侯爷惦记了。此时他格外烦躁，我若是叫出声闹出动静，只会让他越发厌烦我。侯爷，侯爷，靖文伯，靖文伯，是我爹娘来了吗？肯定是瑞王要出面澄清了。就算是瑞王出面，侯爷，妾身觉得咱们也不能轻易原谅。到底怎么回事？靖文伯夫妇被瑞王府的人给打出来了。打出来了？这怎么可能？而且什么？讲，这就是你说的瑞王长情？侯爷，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误会？有什么误会？你去跟全城百姓说，你去跟勋贵世家的人解释。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瑞王是爱护正妻、爱屋及乌的关照你跟靖文伯，是你们不知好歹，享受了庇护不说，还要污蔑瑞王。侯爷，妾身也不知道为何瑞王会如此。吴王刚废，名声扫地，威远侯府彻底拖了后腿，全完了。哭又不怎么用。吴王派人来了。他肯定会休了我，保全自己。不行，我绝不能就这么毁了。他不过就是吴王他们推出来的弃子。当年威远侯之所以会迎娶她，无非就是看到我对他的关照。威远侯以为我是痴迷唐静柔，殊不知我完全是把她当成亲人。果然，曾经做过太子位置的，这脸皮厚度不是一般人能比的。瞎话说起来就跟真事儿似的。看看，把娘哄得心花怒放的，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就没一个可信的。咱们把他们当亲人，他们却把咱们当傻子耍，实在是可恶。以后我就当没他们这些家人。以后有什么就直接跟我说，不用觉得我忙，不想给我添麻烦。你的事情对我来说从来就不是麻烦。孩子们还在，你胡说八道什么？娘，不用担心唐静柔，她有什么我们兄妹来处理就是了。她区区一个马前卒，不用爹来操心。想我堂堂储君，今日竟像丧家之犬一样从东宫搬出来了。齐平乐，大哥的养女，这节骨眼找我，必定有文章。看在大哥的面子上，本王也得见一见。民女拜见王爷。王爷，求求您带我去见一见瑞王。我不想见到，因为我害得威远侯夫人身败名裂，
切都是我的错，还请瑞王不要再针对收留我的侯夫人了。你是说威远侯夫人名声是瑞王一家针对你，才故意败坏的？正是。此事关系到威远侯府，本王就随你去一趟。威远侯这是想用这丫头反击瑞王，正好我也去踏踏虚实。陈安，你知道本王要来，好大的阵仗，这是心虚了？主要是被人泼脏水泼多了，提前准备一下。毕竟我爹娘担心我亲自打人手疼。郡主，我知道你恨我，但你也不能因为威远侯夫人收留了我，就这样诋毁她，坏她名声。你可知道女子名节高于一切，你这是想要侯夫人的命啊！王爷，你也是这么觉得？本王不知事情始末，不予评判。王爷这话说的可不对。王爷若是觉得齐平乐的话毫无道理，在他拦住王爷马车之时，王爷就应该呵斥他，而不是带着他来瑞王府。如果王爷不是认同他的话，那王爷带他过来干什么？故意的来污蔑我爹？这丫头太狠了，我不认同就是污蔑长辈，这要是传到父皇耳里，本王见齐平乐很是可怜，这才跟过来看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一个鸠占鹊巢的假货被赶出去，可怜。王爷，你的是非观很有问题啊。他们毕竟有18年相处的亲情啊，王爷还容易被儿女情长所左右。就算是要赶他离开，也不至于逼死他。王爷果然是心善啊，设身处地的为侵害自己利益的人考虑。他在挖坑，字字语句都在暗示我不配为君，这根本就是瑞王的阴谋。平乐，你这是干什么？你这个傻孩子！这么多年，姨母一直当你是亲人，就算是姨母被赶出侯府，姨母也不会让你流落街头的。魏远侯这个蠢货，竟然用这种低等后宅手段来对付齐之玉，简直是蚍蜉撼树。真是一场荒谬的闹剧，本王竟成了被拴着脖子的猴。好个齐之玉，居然把本王的路全堵死了，真是憋屈。丫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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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丫头啊！你个小人，当初你说过会让我家丫头吃好喝好过富贵日子，现在你要把她赶出去，我不答应！你胡说八道什么？娘，你误会了，侯夫人没有要赶我出去。娘，你先回去，有什么事情回头我再跟你说。我呸！谁胡说八道？当初要不是你说让我家丫头去享福，我才不会把我家丫头给你拿去调换的。现在你说话不算话，你怎么能这样？你是侯夫人怎么了？侯夫人就可以不讲道理了？大家伙儿快来看呀，这里有人坑我们一家老实人啊，欺负人了，没法活了，我的命好苦啊！唐静柔，当年调换孩子果然是你指使的。我没有，我怎么知道她怀的是个姑娘？你当时找了好几个快生的，谁生了丫头就报给你。也是我肚皮争气，正好是你要的时辰，生的丫头。丫头啊，娘就是为了让你过好日子啊！你不知道咱家的日子苦啊，真的养不活你啊！娘，你不要再胡说了，侯夫人并没有要赶我走。丫头，你别被骗了，他们这样的大户人家最是坏。他不赶你走，逼着你自己走，一样的。你闭嘴！你要害死我吗？这下把计划全打乱了。计划若失败，我还怎么活？唐静柔，你最好给我个解释，不然的话，混淆皇室血统，这个掉脑袋的罪名，你担不起。他胡说的！谁胡说了？我可是有证据的！这就是当初你给我的！胡说！随随便便的拿出来一根簪子就说是我的，说是谁让你来害我的？绝对是戚之玉这贱人在捣鬼，我得把祸水引向他。
这事情还是直接禀明皇祖父吧。毕竟，这不仅仅是一件偷换皇室子嗣的问题，说不定背后还有什么阴谋。我不信一个侯夫人会因嫉妒有胆子偷换王爷子嗣，这不是她自己掉脑袋的问题，而是全家都跑不了死罪。齐之玉要对付的人是我，他是想彻底夺走本王的储君之位，绝不能闹到陛下跟前。就凭一个乡下老妇的胡言乱语，郡主你就信了？他有物证。谁说这是破簪子？这是你当年带着赏给我的，有字！不信你们看，这上面有字的。这上面的字是惠，瑞王妃的闺名中可是有这个字的。真是绝处逢生，这次定能洗刷污名，并按死那……原来是瑞王妃的簪子。原来这一切都是瑞王妃自导自演，故意陷害我的。就算不是一母所出，但我们终究是姐妹啊！姐姐何至于要置我于死地？此事一定要禀明陛下。瑞王妃为了对付我，竟然不惜与人合谋偷换自己亲生女，为人母冷血无情。身为皇家妇，混淆皇室血脉，陷害朝廷大臣，岂能轻饶？休要胡说！我娘为何要换掉我？她就是嫉妒我，因为瑞王痴迷于我，她得不到自己夫君的心，她不惜用自己亲生女儿来陷害我。我是真没想到，姐姐为了坑害我，可以隐忍这么多年。姐姐怎么能如此糊涂？王爷，你怎么说？这火千万不能烧到本王身上，必须明哲保身。此事事关皇室子嗣，本王自然是没法评断，还是进宫请父皇定夺为好。簪子样式倒是老旧，这是当年威远侯夫人给你的酬劳。娘，陛下问你话呢。啊？陛下，我娘，你要说民妇。好，民妇。娘，你说这簪子的主人是让你换孩子的人？对。齐平乐，你这样误导可是没用的。唐静柔拿着这簪子给他，你扯什么簪子主人？在这跟我偷换概念呢？当年是他让你偷换孩子的吗？对，就是他。看，这样多清楚。姐姐如此恨我，为了让我死，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可以不顾，我认了。可姐姐，我夫君一家是无辜的，请你不要牵连他们，你无耻！这簪子到底是谁的？姐姐重要首饰上都有记号，陛下可以对比一下。我也不想说实话，可我不得不如此。姐姐，见谅。娘，你有这样的簪子吗？我怎么没见你戴过？姐姐有的，当年这种款式京城很是抢手，那个时候谁要是拿到，都能被人羡慕好久。不信的话，可以找人回忆回忆，姐姐戴没戴过？哼，抢手的我娘就一定要有吗？万一我娘不喜欢呢？就算不喜欢也会有，我们爹最是宠爱姐姐，有什么好东西，父亲肯定是要给姐姐买回来的。陛下，记号可以作假，不如找人问一问。不用问了，这簪子确实是我的。太好笑了，他竟然自己招了，看这今天怎么死。不过这簪子我就戴过一次，是我及笄之时，然后这簪子就被你要了过去。当年来参加我及笄宴的人全能作证，你可以找人证明。
这个该死的蠢妇，这就是他说的能洗干净，全完了。你胡说！父亲送什么东西你总是要，父亲总教导我长姐要让你，那些给我的好东西只过了一遍我的手，最后全落到你手里。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让人去搜一搜不就得了？你现在出嫁了，那些东西应该都是你的陪嫁吧？娘，你还记得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他会留着吗？记得。皇祖父，去威远侯府找一找。完了，全完了。皇祖父，站着好累。坐吧。谢皇祖父。朕让你做了。父皇，太可怕了！难道在父皇心里，配当太子只有瑞王？是儿臣鲁莽了。父皇，里面的东西都对。唐静柔，你还有什么说的？不是的，陛下，这些东西臣妇多年没查看，也许是什么人偷走了。这一切都是瑞王妃嫁祸给我。我母亲过世，父亲以你母亲照顾我为由将她扶正。其实你一直是极恨我的，有新奇东西总找由头要走。父亲有了你们母女，心中自然没有我的位置。父亲要名声营造格外宠我假象，实际就是在哄骗我。好东西全落到你手里，外人却以为我得了多少偏宠。唐静柔，你真以为我看不清你们耍的小把戏？姐姐，你怎么能这么想我想爹？我真的是给你们脸了。以前我不说是因为我还小，没能力反抗。我不说，并不代表我不知道你们的肮脏心思。我娘的东西，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全都抢走。你就是喜欢这种把我娘踩在脚下的感觉吧？郡主，你在说什么？非要这么污蔑我吗？魏远侯，你怎么看？陛下，臣有罪。侯爷，真的不是妾身做的，是……闭嘴！先关起来吧，让朕想想怎么处置你们。罪臣谢主隆恩。退下吧。要是出了宫，侯府那些狠毒手段绝不会放过我的。爹娘，二哥，救救我，救救我！当年我被你爹娘搓磨的时候，有人救我吗？可你不是已经回来了吗？还成了郡主。我女儿回来了，受的苦就可以当没发生过吗？齐平乐，你怎么能这么无耻？娘不是的，我就是……你就是自私冷血。你去侯府不就是觉得他们跟吴王有关系，能保你荣华？你闹这一场不就为了帮他们？害完我们哪来的脸求爹娘救？不是的，二哥，我没有，我只是……好了，别在这里加戏了。从一开始我就没把你放在眼里。闺女，咱们走，娘养你。你懂什么？离开皇宫我活不成，吴王受牵连，绝不会放过我。当初我就该弄死你！滚！浑身都不自在，好像父皇跟瑞王他们才是一家人，
而我像个陌生人。老四，你怎么说？是儿臣不察，被人利用。罢了，你回去吧。是。真是烂泥扶不上墙，竟然用如此低劣的手段，真是上不了台面。利用妇人也没问题，手段高明也行啊。若不是当年老大一个劲儿的退让，何至于让老四坐上太子的位置？混账东西！当年我不退让能怎么办？难道让随时会受制于人的我坐上那个位置？那样才是朝廷社稷大祸。我知道这是爹有火没处撒了，当儿子的被自己爹骂几句就骂几句吧，不然还能怎么办？我的爹啊，你太惨了，谁都能欺负你啊，现在还要被骂，我的爹啊！这是在皇宫吧？闭嘴！你想干什么？我的爹啊！住口！你爹还没死，不用你来耗丧。行了，你想要什么？我爹没做错，都被皇祖父骂了，那吴王是非不分更该骂，不然不公平。哼，你小子不愧是你儿子。儿臣的孩子，维护儿臣，乃是人之常情。好一个人之常情，给朕滚！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妹啊，你看我干什么？我看二哥好看。看来我判断失误，二哥也不是真的单纯。那当然了，你哥我走到哪里，都有姑娘家羞红了脸，偷偷的瞅我呢。吴王有百官，但我爹有皇上支持，更何况有我在，又怎么可能让我爹输？小时候老大也是这样撒泼打滚，后来长大会装成熟稳重了。罢了，混小子这些年确实委屈了。来人，拟旨。这德不配位，有负圣恩，着令。我是谁？我在哪儿？到底发生了什么？吴王殿下，接旨吧。殿下，父皇这是何意？雷霆雨露皆是君恩。妾身去看他们收拾东西。父皇啊，你可真是儿臣的好父皇。你的眼里就只有老大吗？我当了这么多年太子，以为取代老大位置了，没成想在父皇心中，我依旧不如瑞王。不认可我偏要那个位置。到时候，父皇，你就能彻底的看清楚，谁才是最适合的人选。什么？父皇给瑞王府赏赐？是。父皇，你真是太偏心了！一道圣旨骂我，转头给瑞王赏赐，这让世人如何看我？威远侯有靠山，德妃主要是威远侯的儿子，如今他在边关，那边战事正紧。他儿子打仗挺厉害，太子挺有本事的，支持他的人都不简单。而且魏老夫人也不是个善茬儿，她看似不管威远侯府的事情，其实她是支持的。娘说的是，她要是真看不上唐静柔他们做的事儿，早就阻止了，何至于等到现在？吴王登基为帝，他们威远侯府也是跟着得利的。威远侯手中还有兵权，要直接处置他不容易。那就慢慢来，那咱们分工一下。如何分工？爹主要展示自己的能力，得到百姓的认可。娘呢，就继续让人知道我爹的仁慈宽厚。我以为娘只是善良，
原来善良背后是有深意的。玉儿，你会觉得娘心机太重了吗？娘做的不都是最好的选择吗？在未出阁的时候隐忍自保，等到出嫁之后一直在为爹造势。我做那些事情想法并不纯粹。那又如何？百姓得到了好处，娘也帮了人。论心不论迹，论迹寒门无孝子；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玉儿说的对，这些年让你费心了。一切都值得。大哥，我会尽快让你康复，到时候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至于二哥，继续跟那些旁支庶出交往，有机会取代那些跟吴王交好的世家子弟。啊！你以为你的伪装咱妹看不穿？不是，妹啊，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宫中能养出来单纯的孩子，那样的不是应该早就死了吗？好有道理，完全无法反驳。那我们都分派完了，妹啊，你负责哪块？我打辅助，哪里需要去哪里。我妹是个多面手。若可以，真想把吴王那帮人都杀了。可惜现在实力控制不住后果，只好徐徐图之了。玉儿，那簪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娘，你不知道簪子的事情，不是商量好的？不是，当然没有商量。若是商量了，当时娘的反应不真实，很容易被人看出来破绽。那你是怎么知道簪子的？跟娘聊天聊出来的。我只随口说过，我不少东西被唐静柔要走。你倒是问过我是什么东西。那簪子真的是唐静柔给齐平楼亲娘的？当然不是，我不过就是去了一趟威远侯府，翻出来那个有代表的东西。等会儿，我有些乱。你怎么知道唐静柔把娘的东西压箱底，平时不用？还有齐平乐的亲娘，怎么就会听你的话？唐静柔抢娘的东西，为的是恶心娘，自然不会用。她抢过去后，再让静文伯给她买更好的。至于齐平乐亲娘那边，只要告诉她，唐静柔要把齐平乐给赶出去。她想让一家人继续过富贵日子，自然知道拿着一个可以威胁唐静柔的东西如何做。那万一其中出了什么差错，没有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呢？二哥，你不会以为我只有一套计划吧？更何况随机应变不是基本操作吗？对不起，是我单纯了。朝中总会有中立的大臣吧？该如何布局呢？玉儿，以前到底是过的什么日子？韬光养晦，我弄死他们去！不用。哥，你要放过他们！我哥啥时候这么心慈手软了？应该有人会替咱们下手。你们干什么？就这么点东西，真是没用的东西。放开我！行了，别挣扎了。以前你的那些姐姐没一个逃出去的。我还有姐姐？有啊，嘿嘿，有啊，怎么没有？家里日子过不下去，他们就去给家里换钱了。你们把他们给卖了，你们还是人吗？老大，别打他脸，打伤了卖不出好钱。爹，我知道了。18了，应该能卖得更高吧？肯定的。
户人家养出来的，水灵灵，肯定受欢迎。你们要把我卖到什么地方去？不会是我最害怕的那种肮脏地方吧？你叫什么？害死你娘！卖了你怎么了？哼！再说了，我们齐家的闺女都卖去那里。你们不是人！你是人，占着人家的位置享福。我那是不知道，又不是我要被换的。得了吧，你10岁的时候，你娘就去找你了，你给她的首饰银子，我又不是不知道。你真觉得自己没错？你跟王爷说报错了呀？没说，还不是想霸占那富贵日子？你放肆！还放肆？真以为自己是千金大小姐了？假货！爹，早点卖了它，省心。走，别乱动！要不是你，我们至于跑出来在破屋躲着吗？就知道惹事。傻站着干什么？快走！闺女，呸！别叫我，给我杀了他们！我是你爹，你个不孝女！齐小姐，你家人都在这里了。没错，一个不留。是，你敢！啊！让他们想要害我，该死，都该死！你们是威远侯府的人？是老夫人需要我做什么吗？是要对付瑞王吗？我一定竭尽所能。是，还请姑娘上路。为什么？因为你死了就是对付瑞王最好的办法。都弄好了，点火！嫁祸给瑞王府，原来我不过是一枚微不足道的棋子罢了。陛下，臣有事启奏。讲。今早威远侯府的魏老夫人来投案自首。哦，陛下，魏老夫人在宫外候着。选。罪妇拜见陛下。事情不是还没调查清楚，老夫人倒是自己去投案了。罪妇不知道就算了，但知道那凶案现场有我威远侯府的腰牌，罪妇自然不能当不知道。更何况那葬身火海的还是齐平乐一家人，他是从威远侯府离开的，此事总跟威远侯府脱不了干系。起来吧。谢陛下。此案查到什么了？凶手是先杀人，再放火，还浇过油，里面的尸体烧得面目全非，有几具尸体很难分辨。不过从残留的迹象跟面容相对完好的尸体可以推断出是齐平乐一家。现场的痕迹全都被大火烧毁，只有门口遗留的烧掉了大半的威远侯府腰牌。如此看来，确实跟威远侯府关系很大。陛下，罪妇绝对没有派人做过此事，但有人若是想让罪妇一家去死，罪妇可以成全。陛下，承安郡主求见。
宣，皇祖父，怎的这么早进宫？可是有事？听闻有人杀了齐平乐，我把杀人凶手给带来了。这怎么可能？那些都是侯府得力手下，他一定是故弄玄虚。不愧是乡下来的，以为哗众取宠就能为瑞王府开脱。魏老夫人，你是一点都不慌啊？老身慌什么？若是找到真正的凶手，自然是最好。老身也想看看到底是何人拿着我威远侯府的腰牌去杀人。魏老夫人，你这话真是有意思。拿着你威远侯府腰牌去杀人的，当然是你们威远侯府的人啊。郡主可有证据？要不咱们先把凶手带上来看看。皇祖父，你说呢？准。这真的是我派去的人，怎么会这样？皇祖父，杀了齐平乐一家的就是他们，他们呢，则是威远侯府的侍卫。郡主，你休要胡说！哎，老夫人，你这是不承认啊？威远侯府的侍卫，大家伙总见到过吧？这可是能认出来的。老夫人，你不承认可是不行的哦。这些人确实是我侯府侍卫，但他们怎么就是杀人凶手了？郡主，你这样说可有证据？陛下面前可不能诬告。我有证人啊，他们杀人的时候，有人亲眼所见。慌什么？这等场面老身见得多了，绝不能乱阵脚。郡主所说的证人是谁？纵火杀人，此案动静不小，那人竟然亲眼目睹案发过程，为何不早报案？还是说那人也刚刚知道现场遗留了我威远侯府的腰牌，他才迫不及待地去找郡主你？可为何那证人不去衙门，不去威远侯府，偏偏去找跟此案看似毫无关系的郡主？还是说郡主主动找到这个证人的？可为何郡主要对一个不相干的案子如此关心？威远侯府手段了得，这回瑞王怕是要栽在一个村姑手里了。陈安这丫头半分不慌，倒是让朕期待她会如何破局。魏老夫人，你太激动了。不是老身激动，而是郡主所言疑问太多，让老身不解。老身的问题还请郡主一一解释，不然令人难以心服。不用一一解释这么麻烦，老夫人看看那证人，你的所有问题便有答案了。好，烦请陛下宣证人入宫。张阁老，麻烦了。郡主，你这是何意？我的意思就是老夫人想的那样，证人就是张阁老啊。老夫一世英名，竟被这小丫头算计了。罢了罢了，老夫那日亲眼见到殿上这几个人杀了齐家满门，放火之后将威远侯府的腰牌扔到门口。完了，全完了！我部署了这么多天，竟栽在个小丫头手里。杀人放火，栽赃嫁祸给当朝王爷，威远侯府好大的威风！废除威远侯爵位，贬为庶民，一干人等押入天牢，等候发落。谁给威远侯府的胆子，竟敢陷害当朝王爷？父皇这是在敲打我，威远侯府这群蠢货！皇祖父，威远侯都没了，那他手中的兵权也该给我爹作为补偿吧。陛下，万万不可！此事关系着京城安危，岂能随意交给他人？怎的？你的意思是说，我爹想要弑君杀父？郡主，臣的意思是，这位置至关重要。所以就是吴王的亲戚可以担任，而我爹这个皇子没资格。原来吴王的外戚比皇子都可靠。陛下，臣绝无此意。瑞王，你要尽快接手，不要闹出来乱子。这是让为父躺赢难啊，玉儿。儿臣绝不会让父皇失望。父皇，是儿臣的错。
儿臣不知道威远侯府竟然会做出如此荒唐之举，是儿臣不察。谁都知道威远侯府跟我的关系，我必须先把自己给摘干净。你全然不知？儿臣不知。陈安，你怎么看？皇祖父，我觉得呢，也许吴王说的是对的。他以前是在东宫，又怎么可能时时跟威远侯府联系？只要从这件事情中摘出去，我就能再把威远侯府给拉起来。要我看啊，就是有的人心大。吴王当初当太子当得好好的，为什么非要把我给偷换了？我被找回来了之后，还弄这么多事情出来，他们什么意思？太子不想当太子，侯府却弄这么多事，这是要谋反呀！戚之玉，我一定要杀了他，毁了威远侯，更让追随我的人心生动摇，他必须要死。放心，皇祖父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罢了，既然此事与你无关，你也不用自责，起来吧。真恨不得用眼神戳死他们。王爷，走吧，这里是皇宫，情绪太过外露，容易出事。张阁老，怎么站在瑞王那边？张阁老一向不参与夺嫡之争的，此事恐怕真的是被他碰上了。可是，瑞王他们怎么知道张阁老看到了？本王如何知道？难不成一切都是天意？偏偏被张阁老看到经过？还有，瑞王又怎么找到张阁老来当证人？难不成我们追随的吴王可能不是天命所归？张阁老，王爷倒是有个好女儿，是就完了。老夫一把年纪，竟被个小辈这样玩弄于股掌之间。郡主把老朽带去城外，王爷就没什么想说的？玉儿，怎么回事？张阁老，你这就不讲诚信了。你是不是答应过我，只要我能缓解你夫人的病痛，你就跟我去个地方？那天晚上，他直接闯进我的书房谈条件。老妻身子愈发不好，遍寻名医也无能为力。我与夫人相互扶持，为了救她，我毫不犹豫答应了条件。没想到他几针下去，夫人的脸色真的好了不少，甚至觉得饿，还吃了半碗汤面。那老朽也没想到，郡主是让我去看那处荒废宫苑。阁老，最开始你也没问啊。老朽相信，以郡主的能力，肯定有办法在不死人的情况下达成目的。张阁老，难道你觉得那些人不该死吗？把亲生女儿卖到那肮脏地方的畜生，还有被我家养了18年，为了利益，毫不犹豫转过头来就要对付我家的白眼狼，死那么痛快，都是便宜他们了。王爷，郡主果然非同一般。本王也是觉得玉儿太过善良心软，本王时时担心，生怕她这性子吃亏。你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王爷觉得郡主心软，哪怕老夫身为阁老，但也是真的不懂啊。玉儿的能力足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要了吴王性命，可玉儿为了江山稳固，为了不让社稷动荡，不起战乱，按部就班地去做事。张阁老，如此，本王的女儿还不心软吗？看来还是老夫见识不够，惭愧呀。老臣还有事，不耽误王爷跟郡主了，告辞。这是谁气到阁老了？这得抓起来打顿板子。瑞王，陛下把他抓起来打吧。他怎么惹到你了？自从他被废了太子，这些年安分的都快被人忽略了。当年的太子回来了。用最优雅的姿态做最不要脸的事儿，那个表里不一的太子又回来了。
那小子干什么了？哈哈哈，这小子，陛下不担心吗？吴王当太子多久了？确实，这么多年，吴王都没有把太子位置坐稳，能力终究是不如瑞王。哼，何止是不如，简直是没法比。瑞王这一仗赢得漂亮，下一步他要如何走？老夫倒是有些期待了。玉儿，你自己闯张阁老家了，你这孩子，要是被他们侍卫发现，伤到你可怎么办？娘，你多虑了，咱家侍卫都没发现妹妹半夜出去，我妹厉害着呢。玉儿再厉害也是个孩子，你们也是的，不知道提前把张阁老家的布防图给玉儿吗？能从偏心的爹跟继母手里活下来，我娘果然不是一般人。娘，我妹也没给我们这个机会啊。张阁老家的布防图，咱家也有吗？不光是张阁老家的，但凡是京城里你说得上来的，咱家全都有。你也知道咱家这些年的处境，我不求咱家能走到什么位置，但自保的能力总是要有的。爹，你是怎么好意思用这么委曲求全的神情跟语气说出来那么丧心病狂的话的？唉，这也是逼不得已，没办法。家里没有一个是闲人啊，进可攻，退可守，厉害了。看不出来，二哥平日里还挺忙的。妹啊，你怎么看出来是我做的？也就只有作为纨绔子弟的你，才有机会没事去人家溜达。而且，爹跟大哥有其他的事情要忙，这种事情只有二哥你最适合。哈哈哈哈，我就是这么厉害，但我终究没有妹妹你彪悍。直接对张阁老下手。我喜欢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魏老夫人不是想要栽赃嫁祸吗？那我就找个绝对权威的证人，亲眼见到威远侯夫人做的事情，证据反驳哪儿需要那么麻烦？玉儿做得好，谁跟他们去扯皮？魏老夫人那个老馋婆，用那么龌龊的手段来害咱家，哼，还得是我儿厉害，把他的计划从源头就给掐灭了。威远侯跟本王可是表兄弟，他一出事，本王立刻毫不犹豫地抽身。本王抛弃表兄弟都如此干脆利落，毫不留情。他们会怎么想我？安抚人心，要想快速见效，需要一个契机。岂止玉瑞王该死的！他们不仅挡下了威远侯府的杀招，还狠狠地给了本王一刀。这次交锋，本王损失惨重，现在到底怎么扭转局面？王爷，进。王爷，娘娘让人带来口信，长公主的小宴就要到日子了。知道了，下去吧。对呀，本王怎么忘了长公主的小宴？长公主可是父皇的小妹妹，年纪比本王大不了几岁，跟本王关系极好。齐之韵若是身败名裂，也好让追随本王的人看到本王的手段，稳一稳他们的心，让他们知道本王手里的底牌很多，不是区区齐之玉可以撬动的。瑞王跟本王斗，根本没有胜算。长公主的小宴请的都是贵妇小姐，本王去找王妃，好好的抵点她几句。玉儿，你看这个好看吗？这也太麻烦了。这些全都送到瑞王府。郡主，您是说这些新品全都要了？对。我们作为京城最大的首饰铺子，新来的首饰那可是件件价值不菲。像陈安郡主这样花钱的，
我真没见过。好嘞，小的现在就给郡主全都装好，稍后给您送到府上去。娘，咱们走吧。郡主真是好大的手笔，你这样花钱，想过王府吗？郑明轩，我女儿如何花钱，还轮不到你来指责。平日里，王妃见到我可都是喜笑颜开的，这回竟然开口斥责。王妃，我只不过是为瑞王府考虑，郡主如此花钱，可曾体谅过王爷王妃？笑话！本王妃给自己女儿花钱，那是天经地义，需要你在这里多管闲事。王妃，我是一片好意，郡主刚回来，肆意挥霍可不是个好习惯。若是王妃不管教，反倒纵容，这是害了她。郑明轩，你还没嫁给我大哥，就想管我瑞王府的钱财了？你惦记的够多的。郡主，我只是觉得你不该如此浪费。我堂堂郡主，买点首饰就浪费了？买可以，但是你一口气买这么多，实属没必要。哎呦呦，郑小姐，你管得够宽啊！还管人家买多买少，怎的？谁要花自己家的钱，还要去找你先报备一下，你同意了才行。你们啊，说你们呢，一会儿买东西，先跟郑小姐禀报一下。她同意了，你们才能买啊。郡主，你又何必曲解我的意思？你难道没看到刚刚你说完全要之后，你母亲在发呆吗？她都没想到你会如此贪慕虚荣，简直是……我女儿是你能说的？我女儿跟我没有隔阂，直接让我买东西，我是开心的呆住了。18年啊，我的孩子没在我身边长大，我怎么弥补都弥补不了我错过了他的成长时光。现在他跟我撒娇花我的钱，我怎么能不开心的呆住？我给我孩子花点钱，还要被你说嘴，你还要指责我的育儿，你怎么能这么狠心？你不贪慕虚荣，你不贪慕虚荣，你来首饰铺子买什么首饰？遇到这种人，真是败兴晦气，真不知道郑家是怎么教的。这人是我大哥的未婚妻，两家有那个意思，也交换过信物，但是还没来得及提亲，你大哥就出事了。以前觉得他还挺不错的，谁知道竟然这样。敢说我闺女，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这婚事我看就算了。玉儿，咱们去看看衣服。好呀，娘，你刚刚厉害了。没什么厉害的，我是你娘，保护你是应该的。我也会保护娘的。让丫鬟给你收拾，到时候该穿什么，该带什么，他们会给你安排好的。原世界我可没这么多衣服首饰，那时候穿戴都是实用为主，能防御攻击才会弄到身上。像这样只为了好看穿戴，我还真的是没习惯。不过这世界没什么危险，我倒是可以享受一把。小姐，世子爷来了。大哥。大哥向来不喜欢出院子，这是出了多严重的事？找我有事儿？我听说今天郑小姐出言无素，我替她跟你说声抱歉。大哥，你是怎么知道这事儿的？娘跟我说的，而且娘想让我解除婚约。大哥不想，
京城早就知道我们两家有婚约，更何况我的腿还是因为救他而伤。要是解除婚约，他的名声就毁了。大哥倒是挺为他考虑的。大哥，你喜欢他什么？不畏强权，傲骨铮铮。只是我总感觉哪里违和。能不违和吗？因为气运影响，爹脑子清醒，却摆脱不了唐静柔的影响。大哥这个则是彻底的迷恋，按其他世界的说法，那就是恋爱脑。平时别的事情挺睿智的，一遇到郑明轩就被爱情冲昏了头。好在唐静柔倒霉，咱家气运扭转了一部分，所以大哥混沌的大脑清醒了几分。他的傲骨铮铮不过是为了接近你的伪装。大哥，你上当了。咱家全都中邪了。爹不正常，我也被蒙蔽了。可理智告诉我，妹妹说的没错。有个声音不停提醒我没被蒙蔽。郑明轩那么美好，是我的命定之人，他是我唯一的挚爱。没事，我理解，这世界又没修行之人，大哥自然无法反抗天道。既然反抗不了，就把源头给解决就好了。既然还没有提亲，咱们先观察观察。若是误会了，那更好；若是有什么不合适的，在提亲之前弄清楚，对谁都好。我相信这都是误会一场。娘，二哥可有喜欢的姑娘？还没有。你二哥那个名声不是太好，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至少二哥没有恋爱脑，目前只需要解决大哥的就行。玉儿怎么想起来问这个了？因为我看大哥对郑明轩挺上心的。以前还觉得他是个好的，现在看来也是个拎不清的。你大哥也是不同意毁了婚约。他说你的意思是再观察观察。娘，大哥毕竟是投入感情了，生硬的把他们分开，大哥为了咱们肯定会同意。但是我不想他心里别扭。若是大哥觉得亏欠郑明轩，以后他要是求大哥办什么事情，大哥因为愧疚替他办了。夺嫡之争，稍有不慎便满盘皆输，这个可能我不敢赌。娘也看出来郑明轩不是个好东西，咱们呢就彻底的揭穿他，让大哥看清楚，到时候分开了，大哥只会厌弃，不会愧疚，如此也就不会有以后的麻烦事了。还是玉儿你考虑的周到，情之一字，真是说不清道不明。对于情爱，我从来不会为此分心，影响自己变强。见过长公主。免礼，坐吧。这就是陈安，倒是长得水灵，不像是受苦的模样。长公主觉得我应该是个什么模样？放肆！齐之玉，谁给你的胆子，敢这么跟本宫说话？殿下息怒。瑞王妃，陈安郡主，这就是你们的规矩？长公主，难道你不知道我可以见君不跪？怎的？你比陛下还要尊贵？你可以不跪，瑞王妃。你呢？长公主，你找茬想干什么？按理说你是我的姑姑，怎么也应该关心我才是。你还来句我不像是受苦的模样，怎的？我受的苦多了，你看着开心？自然不是。不是，那你那么问是几个意思？还是说你想隐身一下，觉得我没吃苦，那齐平乐就不应该被赶出去？他不被赶出去，唐静柔也不会收留他，
也就不会有后面的事情。我闺女是真敢说啊，这下看长公主怎么继续。难道不是？你别那么不懂事，不过是一件小事，却惹出来。长公主，你要是觉得威远侯……哦，不对，他现在已经没爵位了，是庶民。你要是觉得魏家冤枉，可以去找陛下，说张阁老老眼昏花，看错了，才做了伪证。陛下老糊涂了，处罚不公。郡主，长公主，齐之玉，你住手！来人，把齐之玉给我拿下，生死不论！